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在英国威尔士的纽波特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召开了一次罕见高规格的峰会。参加这次峰会的呢是北约的28个成员国的首脑，以及27个伙伴国的首脑，还有欧盟和一些国际组织的领导，总共多达67位国际成员。那么这次峰会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针对近期的乌克兰紧张局势，研究怎么样团结一致地对付俄罗斯。本来北约这个国际军事组织呢是诞生自冷战的时期，那么随着头号敌人前苏联的消失，北约一度呢迷失了方向，找不着北了。那么这一次有可能根据一致的目标要对付俄罗斯，北约现在重新找到了北。本来这次北约峰会呢，对外公开的议题呢，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呢，从阿富汗撤军。因为北约的成员国呢，在阿富汗呢，已经前前后后投入战斗，打了有13年了。本来这是应该是个重要议题，但是最近大家都知道乌克兰的紧张局势，以及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紧张关系，那么使这一次峰会的重要议题，毫无疑问就转移到了乌克兰局势上。而且最近大家知道有一件事是，这个地方新焦点的诞生，就是乌克兰呢已经废除了自己的不结盟政策。原来乌克兰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了我们不结盟，但是最近呢，乌克兰的这个领导人波罗申科废除了原来的法律，向北约递交了申请书，我要加入北约。那么这一行动激怒了俄罗斯，普京就多次对外表示，不要以为我们好欺负，别轻易惹我们。你乌克兰如果加入北约了，那么我们的这个战略防御纵深就没有了，就等于西方国家的军事组织直接推到我们家门口了，这是俄罗斯不能允许的。可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呢，这次北约峰会呢，邀请了波罗申科来参加，没有请俄罗斯来参加。所以这无论是形式和内容上，就造成了这次峰会的一个现象。这次峰会媒体报道也好，国际舆论也好，充满着剑拔弩张的情绪。接下来9月8号、9月10号，我们看到无论是北约的军事组织还是俄罗斯，都要开展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为什么？开始秀一秀肌肉，亮一亮剑，别以为我们好欺负，别以为我们就不管。所以这一下子使得本来因为呢乌克兰国内啊跟反政府军、政府军之间已经谈判停火了，好像这个地方呢形势越来越好转了。但是由于峰会上这个议题，现在这个地方的形势重新又紧张起来了。表面上看风平浪静，其实底下暗流涌的。那么以前北约相当长时间以来，由于1991年的时候华约组织的解散，北约已经没有战略目标了。因为原来它就是在冷战过程当中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峙。那么现在这一下子北约又有了新的大规模的一个要对付的目标，所以现在看起来北约有一种要满血复活的感觉。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约呢，现在似乎在兴致勃勃的要跟这个对手俄罗斯掰一下手腕。那么双方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有人说这是北约东扩持续带来的恶果。那么北约东扩的进程是怎么样呢？它又怎样给俄罗斯产生了威胁呢？咱们有必要把北约这些年来的行动历程给大伙做一下简单介绍。北约的全称呢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它诞生自1949年的4月4号，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顾名思义，北大西洋指的是哪儿呢？就是西欧这些主要国家，再加上美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它诞生之初目的总共就3大基本目的。第一个和遏制前苏联，就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和资本主义国家阵营对峙。北约当时第一个主旨是要维护战后就是盟国他对世界利益的瓜分这种格局。所以北约这个军事组织第一点是要遏制苏联，第二个呢是要推进欧盟一体化的进展。就是通过欧盟一体化呢，它这里既能消除欧盟内部这些国家的一些历史恩怨，同时又能呢凝结成一块，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能够对抗前苏联。其实时至今日我们也看出来，欧盟和北约是分不开的。
因为欧盟27个成员国，北约28个成员国，这其中有21个国家既属于欧盟又属于北约，所以在这点上来讲，军事组织跟经济组织互相之间促进，互相之间推动。所以这个欧盟和北约之间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第三一点是呢，美国试图用这个过程呢来控制欧洲，因为欧洲它毕竟在很大程度上算世界的起码中心之一，美国在欧洲有驻军有军事基地，所以北约的存在事实上有利于美国控制欧洲。何况美国还有一个目的，就是由于2次世界大战的缘起地都是在欧洲，都德国弄的，所以美国通过军事控制呢，可以防止军国主义再度复活，这是北约初期存在的几个必然性的理由。那么它目的很明显，首先一个是遏制前苏联。那么针对这种情况，1949年4月4号，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北约。那么隔了6年之后，1955年，在波兰的首都华沙，当时前苏联领着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华约。这就形成了2大阵营对立。我们知道德国当时是分裂的，西德就是联邦德国加入了北约，民主德国加入了华约。整个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除了南斯拉夫没有加入华约，剩下都加入了。那么隔了这么些年呢，1991年的时候呢，华约彻底解散，随着前苏联解体，华约解散了。那其实在这个时候，我们现在很多朋友讲，听起来好像北约华约都成了一个老古董活化石了，实际上都已经快消失的历史名词了。北约也确实如此，因为它当初的战略第一打击目标是冷战当中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现在苏联解散了，我们看世界上这些就军事组织，包括你像2战、1战说什么同盟国呀、轴心国呀、协约国呀，这些只要是军事组织的，往往会因为对手的消失它就解散。因为军事组织，你如果没有对手，你这组织还有存在必要吗？其实北约在华约解散之后，它就已经没有多少存在必要了。但是美国不干，就是前面我们说的那几个原因，他还想借助北约呢来控制欧洲。和美国想真正在世界范围之内实现霸权主义，他必须要借助这样有凝聚力的国际军事组织。所以美国在一力坚挺，一定要让这个北约继续存在下去。而且美国也下了本了，因为这个组织里头呢有一个规定，凡是加盟这个组织的呢，你必须要拿出 GDP 的3%作为军费，来扩充你的国防军事实力。可是这些国家很难做到拿出 GDP 3%，尤其是冷战结束之后，战略重心转移了，人家要发展自己经济，拿出3%很费劲。所以北约条件一降再降，降到呢成员国呢底线是要拿出 GDP 的2%。可是就连这个现在也做不到。在北约28个成员国里呢，只有美国、希腊、爱沙尼亚、英国这几个国家能够拿出 GDP 的2%当做这个国防军费，剩下那个国家都做不到。所以这时候美国呢又等于充当了金主，自己掏钱，就北约的大半经费它是由美国提供的。当然美国呢它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因为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第5条款里规定，就是所有的北约的缔约国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受到军事战争的威胁，其他国家都必须蜂拥而上帮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特别条款在冷战时期从来就没启动过，因为苏美之间形成了均衡，谁也打不了谁，动不了。那么反而是华约解散之后，这第5条款发挥了一回作用，那就是2001年的911，这不受到了恐怖势力的袭击，本拉登袭击。好，那么这个时候北约国家出兵阿富汗去剿灭本拉登，去剿灭塔利班。所以为什么从那时候到现在2001年到现在，北约各成员国的组织国出动军事力量在阿富汗已经打了13年战争，成了个无底洞，钱越花越多。现在这也是北约内部因为这个问题争执不止的一个原因。那么北约本来应该就解散了，它还要继续存在。这个过程当中，北约干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说的北约东扩。什么叫北约东扩呢？就是北约的成员国由原来基础的西欧和北美这10多个国家，一点点的由16个翻到28个。怎么翻的呢？
是吸纳了前苏联解体之后的一些周边国家。在1999年呢，北约接纳了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在2004年呢，又接纳了斯洛伐克呀、斯洛文尼亚呀、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又接纳了7个。就事实上呢，已经对俄罗斯形成了一个 U 字形的包围圈。我们在地图就能看到，新入围的这些北约国家对俄罗斯形成一个包围圈。咱们都知道，这个波罗的海3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原来都是前苏联的。我们按说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的捷克，这过去都是华约组织，就这些国家都被北约争取了加入他的军事组织了。所以这个过程，我们管它叫北约东扩。但是北约东扩遭到了俄罗斯激烈的对抗和反应。为什么呢？就在前苏联解体和两德统一的这个过程当中，北约曾经对前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做出过承诺。就当时两德统一之后呢，以一个统一的德国名义，它是加入北约的。原来民主德国是华约的，现在统一都加入北约了。那么这个过程一定和当时的前苏联有着博弈和谈判。现在俄罗斯曾经对外公布说，那个时候美国的老布什政府已经承诺了，就是民主德国并入到联盟德国当中，加入北约，那么北约不能再东扩，不能再往前苏联的地盘挺进了。至于当初北约怎么向俄罗斯承诺的，咱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呢，双方一定有过谈判和妥协。所以这是俄罗斯反对北约东扩的起点之一，就是那个时候你答应过不东，可后来你怎么样，一步一步扩进我们的地盘。所以这个北约东扩在一定程度来讲捅了俄罗斯的肺管了，因为俄罗斯后来一点点复兴强大起来了。这些年普京为首的这个俄罗斯政府，他开始一点点态度强硬起来，反对北约进行东扩。因为他有充分的理由，最直接刺激他的呢是2008年的时候呢，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都向北约递交了加入申请。这个事俄罗斯绝对不能允许。这一点为什么俄罗斯反应这么激烈？如果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直接加入到北约，事实上俄罗斯的战略防御纵深已经没有了，等于西方国家的军事组织一下就推到他眼前了。原来前苏联在东欧一带呢，构筑了大量的军事机构、军事组织、军事基地，这一下子反而被这个北约组织占据这些基地了，然后直接可能威胁到俄罗斯的国防安全。所以普京绝对不允许这种现象的发生。而这种时候对乌克兰国内危机又造成了新的压力。当时乌克兰申请加入北约，俄罗斯坚决不同意，所以弄得乌克兰当时左右为难的，没办法，在2010年的时候呢，乌克兰的总统亚努科维奇呢，以法律的形式固定起来，我们乌克兰哪会儿也不参加，不结盟。这不眼下呢，波罗申科又废掉了这个，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激怒了俄罗斯。因为假如俄罗斯漠视乌克兰这些国家加入北约的话，那么俄罗斯的国防安全一下就推到家门口。所以为什么俄罗斯在乌克兰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坚决出手，果断的把克里米亚拿过来，其实就是告诉西方国家，你们不要得寸进尺，我们不是好欺负的，我们这时候出重拳，就是防止你再向这边渗透。所以这其实是大国博弈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等于俄罗斯在展示自己的底线，你别再想逾越这个底线，你到这就拉倒吧。可是这些年一直处在东扩的过程当中的北约呢，他对俄罗斯这种激烈反应出现了短暂的不适应，所以前一段时间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内部就都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因为包括欧盟这些国家在内，北约组织内部对于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历来有争议。因为欧盟很多国家呀，并不愿意让美国事实上主导北约这些行动，但是欧盟又没有办法。为什么呢？欧盟自身的实力，就欧洲这些国家的实力，往往解决不了欧洲内部的冲突。你像连个波黑战争，美国要不加入，它都解决不了，它得依赖美国军事实力。而且同时，对于一个逐渐崛起的俄罗斯呢，欧洲这些国家也感到很大的威胁，它需要依赖美。另外一点呢，俄罗斯本身又在一定程度上拿住了欧洲一些国家的战略命脉。你比方说石油和天然气，欧盟要从俄罗斯进口，大概有30%的量是从那儿进口的。
真跟俄罗斯抓破脸，他们的经济发展也没好处。你看波兰眼下就受害者，俄罗斯为了报复西方的制裁，我也不收你欧盟的农产品了，结果波兰的苹果都卖不出去了。所以这些很现实的利益，尤其是整个的国际战略大势呢，向和平方向发展，这种军事扩张、军事结盟，在一定程度来讲会影响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所以这些国家，欧洲国家并不愿意美国在这方面一直起主导作用。但是在一定程度，他要依赖美国，所以现在欧盟内部呢，对这个问题，包括北约内部，也是各怀心腹事。以往也会出现这些，你比方说，当初这个2011年针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其他国家都参与了，德国就置身事外。照理说，就是如果美国领头上，大家基本上都跟着，但是这个时候，北约内部组织就出现了很大的分裂。而且现在乌克兰这个紧张局势，乌克兰不是北约的成员国，那么有没有必要北约就出一个军队去代表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去？因为这个不在北约组织第5条款在内。第5条款规定是必须是缔约国受到威胁，咱们才可以上去打。所以现在北约组织内部它并不是铁板一块。那么这个时候俄罗斯展示了自己的底线，秀出自己的肌肉，那么使北约很多国家意识到俄罗斯有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普京多次强调，你别轻易惹我们，你别把我们惹急了，不要得寸进尺。所以双方其实是在不断的博弈，不断的试探对方的底线在哪。这个时候可能欧美的很多政客会想起以前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说的一句话，说乌克兰这个地方很敏感，为什么呢？整个俄罗斯的宗教和历史大半都来自基辅罗斯公国，就是乌克兰原来这个地方。所以说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讲，根本就没有拿乌克兰当外国。那么你直接在乌克兰这个地方要如果弄些事儿的话，那是俄罗斯人绝对不能允许。所以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俄罗斯的底线。就我不会出兵乌克兰，但是你要想在这地方变成你北约控制的，对我来说万万不能。所以俄罗斯对外公开立场就是绝对不能允许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去加入北约。所以现在就形成了这样的局面。这次9月4号北约的峰会呢，其实就在研究怎么样针对俄罗斯展示了底线，展示强硬态度，又秀出肌肉的同时，怎么样跟俄罗斯对抗。所以现在很多人对乌克兰局势表示担忧，因为这是冷战结束以来这个地区最严峻的形势。但是依据眼下判断来看，就是北约东扩的过程很顺，没有遭到太多的来自俄罗斯的反弹。但是这些年不一样了，俄罗斯强大起来，他不能允许自己的国家安全被这个北约这样的军事组织直接威胁到，所以他把底线要展示出来。那么在这个时候，这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势必要在新局势之下面临新的调整。那么眼下来看呢，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就我刚才说 GDP 的2%要用来军费，这个乌克兰就做不到。何况加入北约有很多非常细的硬件，而且对于北约的大多数成员国，并不希望由于乌克兰加入北约激怒了俄罗斯，带来有可能发生大规模战争的后果。谁也不愿意这样，包括美国，他也不想把这事弄得极端。所以眼下有可能形成一种新的平衡，就是乌克兰呢也不加入北约了，然后北约东扩的脚步呢暂时终止。俄罗斯呢在占据了克里米亚之后呢，重新掌握了这个局势安全的主动权。伴随着乌克兰国内局势的缓和，反政府军和政府军谈判停火，这个局势可能达成了一种新的平衡。就暂时来看，根本就打不起来。然后军事博弈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经济博弈。就俄罗斯对欧盟的石油天然气方面的影响，农产品出口的影响，以及在国际上怎么重新调整美俄两个大国的关系。所以国际上的问题，尤其是和军事有关的问题，历来都不是光打仗能解决的，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进入和平时期呢，要更加以谈判为主。谈判的过程就是桌上我们谈，底下有小动作，外面还有威胁。为啥他搞军事演习，他搞军事演习？意思你注意啊，你别大劲儿了啊，你一定要怎么样啊，我的底线在哪儿？所以通过这样一种制衡，相信乌克兰局势会达成一种新的平衡。
就双方还会不断的有些小动作，不断有些摩擦，但是整个大势来看，乌克兰就打不起来。美国白宫对外宣布，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共同决定暂停俄罗斯八国集团成员国的地位。那么这是针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这一问题上，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孤立和制裁的一个全新的步骤。那么对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宣布，这个没什么大不了，退出 G8 集团对俄罗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那么为什么俄罗斯会对于退出 G8 集团如此不在意呢？那么这种公开的决裂会不会导致新一轮冷战的到来呢？众所周知，最近一段时间呢，国际问题当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有关乌克兰发生的克里米亚问题。那么克里米亚问题上呢，公投之后，俄罗斯公开的接纳了克里米亚，这其实是等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国利益格局，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地缘政治一种非常大的反抗。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是坐不住了。那么以美国为首的这个 G8 集团，就是八国集团，最近做出了这个决定，要暂停俄罗斯成员国的这样一个地位。那么普京呢，对此表示了自己态度，就说你爱来就来，不爱来你就不来，我们也不在乎。也就是说，俄罗斯公开表示了对这个 G8 集团自己成员国的地位的一种蔑视，无所谓。那么为什么俄罗斯敢于拿出这样的态度呢？咱们首先得给大伙说说这个 G8 集团是怎么回事。其实呢，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经常会从这个国际新闻呢，或者其他各个角度听到过 G8 集团的这样的字样。那么其实呢，这个 G8 集团在过去来讲就叫富国俱乐部，就是说世界上最富的几个国家凑在一块儿研究的世界经济问题、政治问题这么一个组织。它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1975年，73年到75年之间呢，世界经济暂时进入了一个非常困顿的时期，石油危机、美元危机，以这个美金为发放基础的，就是以黄金为发放基础的这个美元系统，当时我们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着崩溃。那么这些货币危机跟石油危机使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在经济上承受着很大的压力。那么为了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难关，西方的主要国家，尤其是主导着金融秩序和经济秩序的这些国家，有必要坐下来好好谈谈双方怎么合作，共同来度过这个危机。所以在1975年的时候呢，法国总统德斯坦邀请了意大利、日本、德国、美国、英国这5个国家，他们这个6个国家在法国召开了一次会议，认为今后非常有必要每年都召开一次这样会议，协调一下世界经济的这个秩序。于是呢，在1976年呢，这6个国家又邀请了加拿大参加，形成了这么一个7国集团。所以在这个1976年开始呢，这个 G7 这概念正式出现，就是7国集团，也被称为呢富国俱乐部。因为德、意、日、英、美、法、加拿大，这是西方国家里边非常富裕的7个国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呢，可以左右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格局。那么这个集团呢，其实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呢，它不是一个常设的国际组织，它也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办事处，它和像联合国这些组织不形成任何竞争关系。那么它的作用体现在哪儿呢？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整合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影响力也非常大。第二个呢，他们可以通过推广自己的价值观社会治理方式先进文明的一种导向来左右这个国际上这种社会进步力量的成长。所以他们第二个影响体现在这个社会政治影响上，他们影响力最低的是政治安全问题。就因为这些国家本身呢，也存在着各自的国际政治要求，所以他们内部的整合度是比较低的，所以他们对国际政治安全的影响是最低的，对经济影响是最大的。那么说，俄罗斯和这个 G7 集团什么时候糅合成了一个 G8 集团呢？这得说1998年，俄罗斯正式成为 G8 集团的成员国。
那么这个方向呢，应该说从 G7 成立之后呢，当时处于冷战状态。那么前苏联呢，一直是对这个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 G7 集团呢持排斥态度，持批评态度。但是从80年代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呢，我们都知道前苏联开始了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这个时候前苏联呢，在与西方国家的接触方面呢，比过去要密切多了。戈尔巴乔夫曾经先后2次向 G7 集团的主要成员国法国和美国通信表示，我们愿意和你加强联系合作。所以1991年呢，当时是 G7 集团的峰会上呢，把戈尔巴乔夫请过去作为观察家。我们在这个国际新闻当中经常听到说某某个组织啊里头有个观察员国家，这是什么概念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的旁听生，就你不是正式听课的学生，但是呢这个课呢和你有关系，你可以来听一听，来看看，然后你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或者我们再看看你的积极态度，决定下一步是否要接纳你，或者还维持现在的关系。所以1991年的时候呢，这个戈尔巴乔夫呢成为了 G7 这个峰会的一个观察家。那么接下来我们都知道前苏联解体了，那么这个时候 G7 集团呢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这时候就很微妙了。一方面西方国家呢需要呢确立一个新的政治盟友，希望俄罗斯呢能够实行民主政治，搞市场经济，放弃核大国的地位，就是解除过去前苏联对西方国家的那种威胁。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刚刚成立，它也依赖于西方国家呢在经济上给予它支持。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俄罗斯其实是等于延续了前苏联戈尔巴乔夫时期和西方国家这种交流态度。所以叶利钦呢也多次参加这 G7 会议，但是呢他不能参加正式会议，是会议之后的会晤。到最后呢，最好的时候发展的呢可以参与探讨政治问题。所以当时有人管这个模式叫7+1，一直到1998年，这个7国集团才正式宣布接纳俄罗斯作为自己的一个会员国。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 ，G7 呢改为 G8， 就是你参加了这个组织，那证明你的这个地位是很高了，可以主导这个世界的一些经济格局了。那么说，既然 G8 对俄罗斯有这样重要的一个历史地位，它也确实在国际上有作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那为什么俄罗斯现在能如此不在乎？说你不要我就不要我了，我不是你会员国就不是会员国了，他为什么不在乎了呢？咱们还得从历史这个角度说起。因为从接纳俄罗斯那天开始呢，这个8国集团呢就没有把俄罗斯当作真正平等的一个会员。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有相当长的阶段呢，在经济领域的这个主导地位还是那7个国家，俄罗斯根本插不上手，说不上话。而且在这个 G7 这个集团当中呢，人家7个国家是抱团的，和你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这种隔膜。所以你别看他加入了8国集团是个成员国，但他的地位跟那7个国家还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7个国家经常挑俄罗斯毛病，就说你在经济上你还不合格，你在民主和人权上还不达标，尤其是在国际重大问题上，你俄罗斯不配合美国、英国、法国这些国家的利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个3不也使这个 G7 这些国家对于新加盟的俄罗斯本身持一种排斥态度。所以在内部来看呢，俄罗斯老早就对这种状况不满了。我原先我是加入这个呢，求得大国的一种承认，现在我已经强大起来了，我得要我实际利益了，你在这领域不拿我当回事那不行。所以在普京心目当中啊，老早也就觉得这个 G8 成员国地位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挺尴尬。与此同时，由于 G20 的崛起，使 G8 的地位急剧下降，俄罗斯也有了这样的底气，我可以不理你了。那什么又是 G20 呢？它和 G8 同样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它是由原来这个 G8 成员国加上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20国集团。这些国家呢，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当中非常突出，经济总量是很大的。我们现在也知道，世界上不再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来左右这个世界了。那么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它的体量是很大的，就像中国 GDP 已经跑到世界第2了。
那么这个 G20 集团成员国加起来，它的 GDP 占全世界 GDP 的85%以上，就是它对世界经济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这个蓬勃发展，使原来 G8 那些主要的西方世界国家呢，它的地位得到了削弱。咱们现在也知道，你像美国跟欧洲双双存在着这个货币危机啊、主权债务危机，就是他们经济整体来看是呈现了一种下行态势，包括日本的经济现在也不怎么理想。所以跟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比呢，这些老的 G8 成员国呢显得后劲有点不足，对世界经济的拉动力量呈现衰弱的趋势。所以俄罗斯在 G20 这个平台上，随着它这个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在国际上越来越呈现一种主导地位，甚至能左右局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在这方面地位越来越重要。俄罗斯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合作越来越多，那么它相应在经济上对原来八国集团的依赖度就极大的减弱了。你像现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贸易额达到2000多亿美金，跟美国才270亿美金，也就是相当于和中国贸易额的1/10多一点。所以你这一笔哪头轻哪头沉，俄罗斯心里算得很清楚。所以在2012年呢，美国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呢，普京意外的没去参加，他作为成员国的主要领导没参加，他反而参加了南非那个金砖国家的一个经济工作会议。这就能看出普京在那时候心里就已经有了取舍了。G20是我们长袖善舞的舞台， G8 已经过时了，已经 out 了。所以说正是有 G20 这个更大的平台接着，普京也不在乎你这个 G8 集团给予他多大的支持了。何况现在除了G20 以外呢，还有这个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其他的一些国际经济合作的舞台。所以这是为什么普京代表的这个俄罗斯政府敢于对这个八国集团说不，你愿意来来，不愿意来拉倒，我们根本也不在乎你，没什么大不了的，就他有这个底气了。那么现在面临着这个局面呢，就是美国宣布对俄罗斯制裁，暂时停止你八国集团成员国地位，这其实等于这些年来少有的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在全球领域之内出现了公开决裂的现象，这是以前没有过的。那么很多人就担心呢，说这样会不会导致冷战呢？这俄罗斯跟西方主要国家之间现在又进入剑拔弩张的气氛了。尤其你看乌克兰现在这局面，这边美国和欧盟拉着乌克兰，那一头这个俄罗斯呢把克里米亚弄回去了，然后跟乌克兰之间的局势很紧张。有人说担心酿成新一轮的世界冷战，其实可以跟大家说，这种局面是不会出现的。为什么？你会发现美国白宫宣布说制裁俄罗斯，俄罗斯暂停八国集团成员国的这种资格。你注意，叫暂停，不是说马上给你开除。暂停和开除不一样。暂停是什么概念呢？我先停一停，以观后效啊！你要再往前一步，那我们再会有举动。我们现在给你留有余地。其实美国打的是留有余地这张牌。这个时候，俄罗斯面临着被西方国家打压多少年，不断的蚕食原来独联体俄罗斯周围那些国家的领地，一点点蚕食过去之后，事实上呢，对俄罗斯形成一种包围。现在它强大起来了，把克里米亚收回来，我估计不再会有接下来更激烈的举动。那么很可能美国就停止到这一步。有人说美国怎么那么心思面软呢？说个暂停，就接下来俄罗斯不往前走，这克里米亚这事就算过去了。因为美国虽然在经济上跟俄罗斯互相之间依存度很低，一年贸易额是270个亿，可是在其他领域它也需要俄罗斯支持。你比方说现在朝鲜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叙利亚的问题，全球很多问题上美国都需要俄罗斯帮助他来梳理一下某个地区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不能完全的一棍子把俄罗斯打死，那样的话僵化起来，双方这个局面呢有可能不可收拾。这个时候对俄罗斯固然是会受到打压，但是美国也同时是杀人1万自损3000，所以美国会在这方面留有余地，他不会跟俄罗斯弄僵。另外一点呢，就是从美国的盟友，就是 G8 集团的内部，对俄罗斯态度上也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你比方说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啊，依存度是非常高的。
现在欧盟大约有这个1/4左右的石油天然气能源是来自俄罗斯的。最重要的是德国跟俄罗斯这个能源依赖是很重的，而德国现在呢，它是欧盟的整个的发动机。如果德国经济完蛋了，欧盟可能跟着就垮下来了。所以欧盟在这个大利益面前呢，不愿意跟着美国一样跟俄罗斯搞僵这个事情。所以欧盟本身呢，并不能完全站在美国立场上，坚决的、彻底的在政治和经济上制裁这俄罗斯。如果他真制裁的话，他自己受到损害很大。俄罗斯是80%石油天然气出口是在欧盟，如果你在这上掐脖了，俄罗斯受损失了，但欧盟相应的损失也不小。所以你看，欧盟现在呢，指责这美国呀重返亚太的战略是把欧盟给抛弃了，认为这是美国跟欧盟并没有站在一致立场上，所以美国和欧盟之间呢，互相之间矛盾也不小。美国现在在一定程度上呢，主导了欧盟某些事务，但是欧盟又想摆脱美国，自己独立自主，所以他们里头这个整合政治资源的能力还不是很强的，整合政治资源的愿望还不是很强的，所以对国际政治影响，他们拉起手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各自有各自的小九九，不是那么太和气。所以真想在对俄罗斯问题上达成彻底强硬的立场，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得包括八国集团成员国里日本，日本现在形势很微妙，它国内的经济不是很景气。在索契冬奥会上，安倍是为数不多的西方国家出席的领导人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日本现在啊，他自己也清楚，他跟俄罗斯呢北方四岛的领土问题呢没有完全解决，所以日本呢一方面呢跟在美国后头呢要打压俄罗斯，但是在局部底下的经济活动和其他领域呢，他又不肯轻易的彻底得罪俄罗斯，所以日本这个心态也相当微妙。你要这么一看的话，G8集团里边除了美国现在好像态度坚决，但是也是留有一定余地，剩下那些国家各有各的小算盘。所以你指望这个 G8集团暂停俄罗斯成员国地位，然后就造成冷战的导火索，不可能。就是因为是各怀心腹事，各有各的小九九，很难形成一股绳。这也直接说明现今世界利益的多元化。过去像冷战时期美苏两方各把持很多国家，双方冷战，那个二元化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而且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短暂的一元化时代现在看也即将是终结了。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它的崛起，包括这个八国集团内部的这些矛盾，那么现在国际政治格局正迎来了一个多元化的时代。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在这个局面下对我们是有利还是有弊。咱首先得承认呢，俄罗斯现在呢已经摆脱了过去那些年西方中心论的观点，现在开始呢更加重视亚洲。毫无疑问，跟亚洲国家里对它的意义最重大的是中国。那么它跟八国集团这块疏远开，必然会跟中国加强经济政治上多个领域的合作。所以这在对俄罗斯本身也存在着战略合作伙伴的基本要求的中国来说呢，这是一件好事。俄罗斯呢会更加倾向于你。现在中国跟这个G8集团本身，尤其和美国，它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所以说眼下正是由于俄罗斯跟西方主要国家存在着这种分分合合，才使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在世界上重新定位，迎来了一个新的契机。当然这种复杂局面需要中国政府具备更大的外交智慧。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看中国政府是如何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局面下手握住日月旋转的，我们对此充满着期待。好，感谢您收看这期老梁观世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